我叫陈朗，原本是个历史系的研究生，却意外穿越到这个历史严重断层的平行世界。这个世界的华夏因文化缺失，而在国际斗场上屡战屡败，衰微。原主的父母在数年前的关键战役意外败亡，导致华夏元气大伤。他们二人也在战役之后郁郁而终，而我则成了华夏人人唾弃的罪人之子。学校还真会开玩笑，居然让我跟一个罪人后代同台竞技。陈朗，选拔赛是为我华夏遴选栋梁，与樱花国做最终的对抗，赌上了整个国家的存亡。一个血脉里流淌着罪孽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和我比？他确实不配。小溪，你怎么来了？别这么叫我，陈朗。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陈曦要和你断绝兄妹关系。顺便通知你一下，小七现在是我的女人，你以后少来烦她。什么？陈曦和陈朗要断绝关系，还和校草杨子墨在一起了？小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因为这个家里出了两个无能的父母，让我无论多么努力，都还是要活在他们的阴影下。而你也是个不争气的废物，只有子墨哥才能给我想要的未来。我不想再被你拖累了。陈朗，看到了吗？连你最亲的人都瞧不上你。原来如此，背负的不仅是国仇，还有家恨。原主，你的屈辱和不甘，我都感受到了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债我来讨，你的冤我来平，这个濒危的华夏，我来救。陈朗，我已经击败了全校所有的对手，至于你，我连动手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来，向大家承认你血脉低贱，然后主动退赛，我可以大发慈悲放你一马。我陈朗只跪天地父母，不跪小人。这比赛我不仅要比，我还会代表华夏战胜最终的国际斗场。好，想找死，成全你。选拔赛最终轮开始，胜者将代表华夏参加对阵樱花国的终极国运斗场赛。这还用选吗？强者为尊，自然是选中间这位上将潘凤。此乃无双猛将，力能撼山。至于另外两个无名之辈，也配与潘将军同列？子墨哥的选择从来都不会错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剩下一个卖绿豆的，一个白面书生，陈朗选哪个都是死路。华夏文脉竟衰微至此，堂堂武圣，万事可得，却被视作无名小卒，而潘凤这却成了他们眼中的强者，可笑可悲。凤眼残雷，面如重枣，这忠义千秋之下，我又怎会认错？汉寿亭侯武圣关云长，晚辈陈朗恭请关圣帝君显圣，助我华夏重振雄风。陈朗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赵望个卖绿豆的，还关圣帝君，我看你是被吓傻了吧？陈朗，你连阴灵都认不全，还敢妄谈代表华夏，真是可笑。选个废物英灵，等着被潘将军碾压吧。关圣帝君在上，一时不孝，文脉断绝，致使华夏羸弱，国运飘摇，强敌环伺。如今东瀛樱花之辈屡犯我疆土，辱我文明，华夏已至危亡之秋，请你显圣。这是什么英灵？光是看着他就感觉灵魂在颤抖。
这等威压，忠义之气直冲凌霄。龙城大学何时出了如此有实力的学生？他召唤的究竟是哪一尊失落的上古英灵？如幻某推，非为私斗，乃为护华夏。正是，晚辈陈朗不才，愿以此身重助华夏脊梁。恳请帝君助力，随我一同前往，荡寇出邪，扬我国威。陈朗，少在那里故弄玄虚！什么国威，什么威王，这是你掩盖自身废物的借口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这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无名之辈，根本不堪一击。韩将军，给我面对他！啊！杨学长的潘凤被陈朗的英灵一招秒了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输？杨子墨，别把自己的无知当骄傲的资本。你认不出武圣，不代表华夏的英雄会永远被遗忘。陈朗一直以来都资质平平，从未赢过任何比赛，怎么今日问？可能一定是凑巧。好一个荡寇诛邪，扬我国威！多少年了，我华夏终于等来了真正的传承者。如此磅礴的忠义之气，还是吾辈华夏英魂应有的模样。我宣布，陈朗获得代表华夏队唯一参赛资格。插播快讯：龙城大学选拔赛爆出惊天冷门，陈朗击败校草杨子墨，获得本次对抗樱花国的参赛资格。让罪人的儿子代表我们打国运斗场，这要是输了，简直是华夏百年耻辱。他爸妈害华夏输了一次，我们不能让他再毁一次国运，必须抵制。荒谬！一个罪人之子，他有什么资格代表龙城大学，代表华夏出战？杨董说的对，陈朗的父母当年可是让我华夏遭遇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战败，至今元气未复。国际斗场关乎国运，这是面对诸国强敌，你若是出半点差错，我们输不起，华夏更输不起。周校长，此事关乎重大，让陈朗出战，恐失民心啊！我以校董会主席的名义，正式提议取消陈朗的参赛资格，必须重新选拔。口口声声说我父母有罪，你们谁有真正查清过当年的真相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只会抱着陈年旧账、党同伐异的人，华夏才会文脉断绝，沦落到被小小欺凌的地步。好了，你说他是蒙的，那你可知道他所召唤的是承载我华夏忠义脊梁的文成英灵武圣关羽。父辈之事尚未有定论，岂能轻易株连子辈？更何况我亲眼所见，此子心性坚韧，胸怀国家。今日我周怀安以校长之位和毕生清誉作保，支持陈朗代表华夏出征国运争霸赛，一切后果由我一人承担。我和你父母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的为人，他们绝不可能背叛华夏，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儿子定能助我华夏赢回尊严。陈朗此行必不负使命，不负华夏。哼，周校长一意孤行，但愿你不要后悔。小子，国运比赛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就凭你去也是自寻死路。华夏国真无人，竟派一个罪人之子来送死，此举无异于自掘坟墓，真是
天佑我樱花！家父高酋长当年能在斗场上击败他的父母，让他二人身败名裂。今日自然会让他输得更惨，彻底断绝华夏的希望。我还是输了，又输了，已经是第3个了。樱花国的英灵太强，我们根本挡不住啊！樱花国必胜！樱花国必胜！哼，华夏何必继续浪费大家的时间？不如尽早认输投降吧。华夏尚未正式出战，何谈认输？陈朗便是华夏本次的正选代表。是陈朗，那个罪人之子。派他下，华夏是要重蹈覆辙吗？高桥君，看来天黑之前我们就能拿下这场胜利了。你就是陈朗，是又怎样？听说你父母就是我父亲当年的手下败将，现在跪下来认输，我还能让你体面离场，免得像你父母一样输得那么难看。你的废话说完了。我父母从未求饶，战至最后一刻，而今日我不仅要赢你，还要替我父母、替华夏讨回公道。那就让我先灭了你，再踏平华夏。我会让你比那对废物父母输得还要惨。双方选手就位，于卷图台选择本场出战英灵。比赛规则3局2胜，英灵溃散即判负。出来吧，佐木小次郎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罪人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与强者的英灵。不愧是高桥斗士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差距。你父母当年连我父亲的一招都接不住，就你这种货色，准备在华夏的耻辱柱上再添一笔吧。真是欺人太甚！陈朗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啊！华夏后辈陈朗再请汉寿亭侯恭请帝君献上诛邪。这英灵气势好强，怎么从未在我们的史书上见过？看着唬人而已，等着看吧，不出3招，肯定被佐木小次郎劈散。这威压怎么回事？个无名英灵怎会有如此气势？不过是虚张声势。小次郎，速战速决，让你们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。赢了！怎么会这样？一招，居然又是只用了1招。这是什么英灵？居然只凭1招就把我们的佐木小次郎打败了！华夏怎么可能赢我们？绝对是侥幸！这一局对比肯定是高桥大人大意了。陈冷凭什么能赢高桥一郎？他的天赋根本不如我，这不合理。小希，他不过是运气好，规则上一个英灵只能使用1次，下一局他不见得能召唤出更厉害的英灵。等他被高桥彻底击败，华夏就会后悔选这个废物当代表，到时候还不是得求着我上场？是啊，高桥一郎可是樱花国目前最强的觉醒者，连华夏最有经验的几位斗士都输得一败涂地，陈朗拿什么赢？陈朗，这一局不过是我一时大意，但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，不会再给你任何浑水摸鱼的机会。接下来就让你这井底之蛙亲眼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统帅级英灵。聒噪，还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。第2局对决准备，请双方选手进行召唤，并选择出战英灵。
这次召唤出的居然是统帅级英灵的卷轴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们樱花国的真正实力。3位幕府大将军，华夏拿什么抵挡？元来朝，丰臣秀吉，德川家康，高桥一郎居然已经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，可以将3位幕府开创者的英灵同时召唤出来。陈朗他这次还能赢下这一局吗？元来朝，以武立国，忠于四方，是身吧！这个英灵居然还能召唤出一支军队，这还怎么打？在元来朝贡的军事面前，一切都不值一提。那个华夏人完了！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陈朗那点运气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就是个笑话。有别了，陈朗，这次你不可能再侥幸了。陈朗，看到了吗？你那所谓的武圣，在千军万马面前连尘埃都不如。这些英灵都是谁？完全没见过呀。成吉思汗一代天骄，他不亚他，以铁骑铸就最大的帝国版图。唐太宗李世民玄武定乾坤，贞观治天下，万国来朝，被尊为天可汗。是他！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六国，开创帝制，这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。看前2卷气势都不错，最后1卷画的这么朴素，感觉比其他2个差远了。你果然只认识最弱的那个，看来你们华夏的历史断层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这次可没有关羽再来救你，等着被神威反噬，灰飞烟灭。陈朗，这些英灵我们从未见过，若念错名字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务必谨慎。华夏还是认输吧，免得待会儿死得难看。陈朗还在磨蹭，是怕不敢选吗？校长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在做什么。诸位只见一时霸业之威，之意天下主公，但今日变让尔等明镜，何为天下主谋，四害对业。华夏后辈陈朗恭请始皇帝嬴政。怎么可能？他的威压怎么会这么强？这个英灵是什么来头？悬衣勋上，12流冕，这是帝王冕服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军队？怎么比王律军队还要可怕？朕统六国，天下归一。筑长城，以振9州人脉；护华夏，以安万世生灵。蛮夷小丑，也敢犯我华夏？始皇陛下，后世华夏遭逢大难，文脉断绝，国运飘摇。今有樱花溪邪神犯境，辱我文明，欲夺我疆土。晚辈陈朗恳请陛下助我华夏，重振雄风。裸骑换朕归来，便为华夏子孙。朕虽长眠，亦护此土。朕统六合，定八方，岂容蛮夷逞凶？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召唤出这种级别的英灵？这威压连父亲当年的英灵都远远不及。高桥君，此人虽召唤出未知英灵，但英灵之力重在驾驭。你深知原来朝贡之威能，他一个
对历史一知半解的毛头小子，岂能真正发挥出这等英灵的实力？对与英灵的配合默契，只有我才能让英灵发挥出最完全的实力。高桥家的荣耀，为了樱花国的未来，我绝对不能输！来朝，开镰仓死阵，让这无名英灵看看樱花国的军团之力！天哪！原来朝的军队怎么突然变强了这么多？啊！这是高桥催动了英灵全部潜力，还要拼命了！哼，这就是樱花国的底蕴。陈狼就算召唤出强英灵，配合不好也是白搭。朕的军阵比这蛮夷死阵早1000年。陈狼，你只需看着，朕如何让这死阵化为飞灰。我上！这死阵能让英灵威力提升3倍，陈老大真的能成功抵抗吗？给我灭了他们！弩。蛮夷剑运，当诛！赢了！这才是我们华夏真正的底蕴，千年未绝，一朝再现呐！不可能！华夏一个文明荒漠，历史断层之地，怎么可能有如此古老的英灵？这不合理！文武方略，诸位，我们华夏这片土地孕育过百家争鸣的智慧，建立过万国来朝的盛世，修筑过绵延万里的长城，开辟过连接世界的丝路。历史断层抹去的只是书卷上的文字，却抹不去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国运积分实时更新，快看，华夏的国运条！本轮国运斗场结果判定，华夏胜，国运积分实时调整，华夏与樱花国并列世界第3。并列？只是一场比赛就追平了樱花国10多年的领先优势啊！精彩的一战，恭喜华夏。不过，国运之争从来不是一场定胜负的游戏。什么意思？并列第一，这种平衡太脆弱了。恒源大使，胜负不分。按照国际斗场公约，本轮赛事已经结束。公约第7条补充条款，若双方同意，可启动国运终局之战。国运终局？那是什么？规则很简单，双方各派1名代表召唤英灵，带着国运尽归胜者所有，且10年内不得再入斗场。国运全部归对方。不仅如此，战败国将承受国运清零的代价，资源萎缩，科技倒退，现在进化。简单说，会直接退回中世纪水平。陈郎君，你刚刚为华夏赢回一丝传奇之境，真正的勇者敢不敢赌上一切，为华夏夺取真正的未来？10年竞赛，输了就等于未来10年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啊！陈郎，不要冲动，樱花果敢提出这种赌注，必有万全准备。一旦输了，华夏国运将倒退20年。
陈朗不会真以为自己能一直靠运气赢吧？这次输了，你就是华夏千古罪人。我们樱花国还有一张从未亮出的底牌，陈朗君，你应不了。校长，我知道这赌注巨大，但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国运，让我们再次沦为附庸。我偏要让他们看看，华夏的脊梁从来不会弯。最终对决，接了。国际赛场如狼似虎，一旦露出丝毫疲软，等来的是我这群起而攻之的分尸。华夏需要更大的胜利，才能让所有人都不敢再觊觎。年轻人有血性是好事，但拿整个华夏的国运去赌你一个人的意气用事，父母当年就差点毁了华夏。现在你又要拿华夏的未来去冒险吗？对，国家未来10年的命运压在一个刚觉醒不久、父母还有叛国前科的人身上，这合理吗？说的有道理，不能让他比，不能让一个罪人的孩子来决定华夏的命运。看来是我高看华夏，原来还是一群畏首畏尾的胆小之人。谁说我们不比？是秦昭雪将军，军部的人也来了，他可是负责国运战略的实权人物。各位，经我们判断，陈朗是目前唯一能唤醒我华夏最深层英灵血脉的觉醒者，换下他就等于亲手掐灭华夏国运逆转的最后希望。我秦昭雪以军部国运战略司负责人的身份担保，陈朗继续出战。有戏！既然华夏军方都出面作保了，那这场对决就算定下了。那么我方也派出最终的选手吧。怎么是个小女孩？樱花国没人了吗？派个孩子啊！居然是他！初次见人，我是藤原绫奈，藤原家族的。难道他就是那位百年难遇的天才召唤师？陈朗，切莫被他的外表迷惑，他能直接召唤樱花国的阴阳师系英灵，这是我华夏英灵体系中长久以来的空白与短板。法术类英灵，那陈朗还怎么打？难怪樱花国敢赌上全部国运，原来留了这么一手。若今日樱花国战败，我只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为你们此前抹黑华夏的所有言论公开致歉；第二，归还曾经霸占华夏领土。你能击败高桥君，确实让我有点意外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你根本不需要提获胜的条件，因为在我的英灵面前，你不会有任何一点胜算。赌国运终极对决，召唤阶段开始，双方选手选择英灵卷轴。樱花国后辈藤原绫奈，恭请鹤马宝仙大人显圣。是鹤茂祖师，传说中奠定了阴阳道基业的大人，这气息根本不是人类能企及的力量层次。看见了吗？愚昧的华夏人，在阴阳道祖师的面前，你们那些所谓的帝王将相，不过是蒙昧的凡人。这一局你们拿什么赢？哼，看吧，陈朗就算撞大运赢了一次，现在面对真正的法术对决，他能召唤谁？我们华夏史书上有会这种仙法的人物吗？刘侯张良得皇室宫授书，是谋圣，更通晓奇门遁甲，并加秘术，乃谋略与法术双修的奇才。太上老君，道教之高神，3清之一，乃大道化身，执掌八卦炉，练就兼得大道，其法蕴含天地之理，玄妙无穷。居然是九天玄女，上古女神，皇帝之师，我竟能触及这个层次的召唤，
看来我对华夏文明的认知越完整，能召唤出的英灵位格就越高。法术、阴阳，樱花国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，不过是在千年之前渡海而来，从我华夏浩瀚文明中学走的一点皮毛。趁我病弱，便敢窃取名分，妄称起源。今日便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何为法之源头，道之根本。选这个，谋圣张良，运筹帷幄，说不定能以智取胜。不，选太上老君，看那火焰符文，肯定是攻击法术，以攻对攻。这个女子画像，画面这么感觉没什么威力啊。陈郎、张良、太上老君，石册上有零星记载，或可一试。面对未知，人类总会恐惧。好好选吧，无论选哪个，结果都一样。上古茫茫，天道昭昭，弟子陈朗恭请九天玄女娘娘法驾降临。这个英灵看着不像能打架的样子，陈朗是不是选错了？选个皮囊好看的有什么用？哼，在真正的法术面前，能撑过3秒吗？不对，陈朗从不行无把握之事，他如此坚定选择，必有深意。那个阴阳师的手在抖，他好像在害怕。不过是一个空壳。冒险宫，听我号令，拿下他！怎么可能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玄女娘娘在上，后世不孝，文明蒙尘，致使外邦窃我皮毛。今樱花国逞凶斗场，辱我华夏，晚辈斗胆，恭请娘娘显圣，正本清源。尔等所谓阴阳术，源自华夏隋唐道家典籍。当年遣唐使求学归国，偷学皮毛，篡改删减后，便妄称本土法术，实在可笑。我乃华夏道法源头，万法之宗，尔等后辈宵小，也敢在始祖面前造次？不止如此，鹤茂宝剑身上的寿衣是华夏捍卫圣衣的简化版。你们阴阳术奉为核心的五行调和、阴阳相生，皆是我华夏先哲数千年前提出的理论。历史断层或许扭曲了世人的认知，但文明的烙印无法被抹去。樱花国多年来吹嘘的文化底蕴，多半是来源于华夏文明，还反过来污蔑华夏窃取其文明，简直颠倒黑白。原来如此，樱花的文化是学我们的。他们一直吹嘘自己底蕴深厚，还反过来污蔑我们是学习者，无耻！这才是被掩埋的真相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！阴阳术是我们樱花国的根本，怎么会是偷来的？樱花国英灵鹤茂宝剑溃散，第1局华夏胜。华夏居然不战而胜了！不战而退又如何？就算华夏曾经是奇人，但如今的世界，只看谁的实力更强。你以为赢了1局就了不起了？不过是仗着英灵的始祖威压，你已经用掉了最大的底盘，可我还没拿出真正的实力。国运终局战第2局准备，双方召唤者，请至召唤台。清风之巅，百鬼之主，请降临此时，朕信你无上伟力。
是清明大人。传说中能操控百鬼夜行的史上最强阴阳师。这一局绝对赢了，清明大人是无敌的。陈郎君看到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底蕴与力量。这一次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拿出什么来赢。陈郎的底牌真的用完了吗？九天玄女这么强，还有能超越她的阴灵吗？烟花国居然还藏着这么强的后手，这下麻烦了。陈郎，安倍晴明的历史位格极高，法术造诣深厚，既能操控式神，又能施展高阶咒术，同阴灵争夺。这一局你务必小心。陈郎啊，陈郎，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。更何况这一局，樱花国可还有我们杨家的鼎力支持，你输定了。东方朔，西汉奇人，精通占卜，一传擅长驱邪之术，奇变百出。司马承祯，唐代著名道士，上清派宗师，深受帝王尊崇，是修为精神。江上，姜子牙，妖玄封神榜，统御诸神，镇压一切妖邪。他封藏的奇耻是兵法谋略，万法邪术在封神的全凭一气，何足道哉？陈老是疯了吗？前两个英灵看着年轻力壮，法术外露，你偏偏选个糟老头，是樱花国尊老爱幼，对你手下留情吗？哼，自寻思路。陈老，待会儿被我们打趴下，可不要说我们欺负老弱。渭水吊死，新州圣贤，掌边封神，代天巡狩。晚辈陈朗恭请太公望、姜子牙前辈法驾降临。尔等伎俩也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？清明大人，不必留手。是神召来，百鬼夜行。阳一转，这，三，下去。果然，秦明大人一出手就压制了对面。不对劲，太公的力量变弱了。不是变弱，是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干扰了。难道是有人在召唤主力动了手脚？可这个装置只有本国人才能解除。杨氏父子的身上果然还残留着召唤柱的灵力，他们竟然用这种龌龊手段出卖自己的国家。速战速决，给我灭了他们！太公小心，召唤柱内被人做了手脚。老夫倒是为何缚手缚脚，原是有小小鼠辈用了些龌龊伎俩。可惜啊，凭这点见不得光的手段，可不能撼动天道金定的根基啊！区区一件污秽凡器，也想抑制天道？笑！起！不可能！我们明明一局，为什么还是打不过？华夏赢了，但你们樱花国输的可一点都不光彩。陈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樱花国在最后一局里，在召唤柱内放了非法装置，影响华夏英灵的真正实力。陈老，少污蔑人！那个国家的召唤装置，只有本国人才能打开，我们怎么可能在里面做手脚？这件事确实不是樱花国的人干的，而是我们华夏里面出现了叛徒。内奸！我们华夏竟然出了内奸！啊，陈郎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内奸就是杨家父子杨雄和杨子墨。陈郎，少给我血口喷人！不是赢了比赛，就想借机铲除异己，忘了我之前对你的质疑吗？好恶毒的心思！诸位，我杨雄一生为华夏教育，为国运奔走，岂容此等污蔑！陈朗同学，之前我对你参赛资格提出异议，完全是出于对国运安危的慎重考虑。想不到你竟因此怀恨，将内奸这种罪名扣在我头上，未免太偏激了。对呀，杨家是名门，杨子墨是校草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可陈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污蔑他们？难道真和杨雄说的陈朗对他们怀恨在心，想要借机报复？够了，陈朗，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子墨哥和杨伯伯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你别以为赢了比赛就可以无法无天，随意诬陷好人。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，非要让我和你一样，永远背着罪人之子的名头，你才满意？小七，你永远只会看到你想看到的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和谁争一时义气，我要揭露的是真相。各位，陈郎指控之事关乎国运根本。当年陈氏夫妇决战，英灵召唤系统也曾出现相似情况。今日之局与当年情形的确可疑的相似，我建议必须彻查。巧合过多，便不是巧合。国运斗场设备安保等级极高，外邦绝难无声无息做手脚。若有内部接应，则另当别论。这是军方最新灵力痕迹检测仪，很快就可以追踪到是谁给召唤台动了手脚。杨雄、杨子墨，他父子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。报告指挥官，比对结果确认，残留灵力与龙城大学学生杨子墨的匹配度高达99.8%。居然真是杨子墨！杨校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儿子干的事你知道吗？仅凭一个所谓的灵力匹配，就能断定我儿是内奸？陈郎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用了什么手段，故意栽赃陷害？诸位，不要被这个罪人之子的诡计蒙蔽了。对。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和樱花国有勾结？凭一份匹配报告就想定我的罪，休想！证据，我当然有。校长，校长，之前我拜托您查的信息有下落了吗？我按照你的推断，找到了当年国运斗场走廊的监控备份，但只能恢复出断续模糊的画面。没有声音，这里面就是当年杨雄与藤原红树秘密会面的监控画面。真的是杨雄和藤原红树。周校长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这不过是我与藤原大师在走廊偶遇，寒暄了几句而已。您总不能凭借两个人在走廊站了一会儿，就断定我们在密谋吧？不错，回国难道要因为一段无声画面，就指控友邦使节进行不法勾当吗？不仅有违失事，更会严重损害两国邦交。秦指挥官，我听说龙族部队有最新的技术，
包括损坏文件的音频修复系统。没错，对于涉及国运安危的重大物证，我军有最高权限和技术手段进行深度修复与鉴定。龙魂技术组，立刻对周校长提供的 U 盘进行音频还原。报告，修复完成。播放。杨桑，只要确保明天陈氏夫妇输给我们，之前谈好的东西立刻会存入您在海外指定的账户。设备我今晚会安排人做手脚，伪装成自然损耗。记住你们的承诺。当然，等华夏国运清零，杨家就是新秩序下的华夏掌权者。到时候，我们将共享这片土地的资源，合作愉快。原来陈朗父母当年会输掉比赛，是杨雄在捣鬼。为了钱和权力，居然勾结樱花国出卖自己国家，叛徒、卖国贼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杨雄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没有叛国，我是为了华夏的长远利益。当年陈朗父母的英灵召唤能力太强，已经威胁到国家权力平衡。我和樱花国合作是为了制衡他们。荒谬！陈朗父母当年为了守护华夏，浴血奋战，却被你陷害，含冤而死。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华夏，却借着我父母的冤屈，一步步巩固杨家的权势。你所谓的长远利益，从来都只是你自己的私欲。杨雄，根据国际国运斗场公约和华夏刑法，冲敌叛国、危害国家利益，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。你现在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坦白全部罪行，争取从轻处理。不说，我全说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是我嫉妒陈朗父母的天赋和地位，他们的存在让杨家始终无法独占鳌头。当年是我操纵召唤台，导致他们失败。这些年，我一直给樱花国传递华夏英灵的召唤数据，弱点分析。我对不起华夏，对不起陈朗父母。陈氏夫妇，是我们错怪你们了。你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，是我们被前人蒙蔽，让你们蒙冤这么多年。是啊，我们都错怪他们了。老友，你们的冤屈终于洗清了，华夏没有忘记你们的功绩。龙魂部队将杨雄、杨子墨拿下，依法押解回国接受审判。樱花国通敌叛国，破坏斗场规则，即刻起驱逐出国际国运斗场。爸妈，我们的冤屈洗清，接下来我会继续守护这片土地。诸位，樱花国的失败，并非败于实力，而是败于内部的腐朽与轻敌。我们同为千年文明正统，绝不能坐视一个历史断层的国家，凭借运气就打破世界国运平衡。华夏的国运在几个小时里爆炸，他今天能碾压樱花，明天就能赶超我们其他国家。正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必须趁现在加以限制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集合多方势力，联手压制华夏的崛起。天竺同意，是时候让华夏看看真正的历史底蕴。我们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赞同。好，
既然大家都赞成，我们立刻以联合形式向华夏国运战略司正式递交战书。报告指挥官，紧急国际通讯。这是多国联合给我们下的战书，各国会派出最强召唤者与陈朗进行3轮对决。战书？那他们的赌注是什么？若陈朗2胜2次，他们会公开承认华夏文明复兴地位；若输了，华夏需签署文明发展限制条款，10年内不得参赛。这根本就是不平等的比赛条约。他们是想联手用车轮耗尽陈朗，从根本上压制华夏重新崛起的势头。这些国家看见华夏稍微有了起色就坐不住了，想赶紧把我们拉回谷底，这样才好抢夺我们的资源。陈朗，你虽天赋过人，但独立面对数个大国精心挑选、战术迥异的顶尖英灵，变数太大，最好从长计议。不行，搁置就是示弱。他们今日敢联手递来这份战书，就是看准了我们可能犹豫。一旦我们退缩，其他观望的国家也会一拥而上。他们怕的不是我陈朗一个人，他们怕的是华夏被唤醒后的强大。我父母当年用尽全力也没能打完那场仗，我必须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。这战书我接，我要让所有人看，华夏必将登顶。啊！虽然陈朗赢过樱花，但现在是好几个国家联手啊！车轮战，他一个人撑得住吗？多国联合战首日正式开启，华夏派出觉醒者代表陈朗。第一场，你们谁先来？我天竺愿第一个登场。同为古老文明，这场对决或许能让某些人明白，真正的历史底蕴不是靠几场侥幸胜利就能堆砌出来的。这些国家还真是改不掉他们傲慢无知的毛病。那就赶快请出你们的觉醒者，用实力说话吧。多国联合战第1轮，华夏对阵天竺正式开始。陈朗，你赢樱花不过是因为他们作弊轻敌，输了就是轻敌，赢了就是天用。你们的话术倒是千年不变。你可知我天竺史诗中的英雄皆身负神形，他们的力量源自天启。你们的历史不过是凡俗尘埃，如何与承载神域的半神相提并论？太嚣张了！怎么被我说中痛处了？你们华夏连自己的历史都断了，拿什么和我们比？那我告诉你，在我们华夏，我们敬神更信人。我们的英雄从不是跪听神谕的仆人，他们是顶天立地，用双手开疆，用双脚丈量山河的人。今天就让你这明白，膝盖生根的民族不配评判挺直脊梁的文明。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些国家一个个打着友好的旗号联手施压，无非是怕一个断了层的文明真能重新站起来。在历史长河不曾断流的世界，唯有华夏将文明之火传承5000年而未曾熄灭。断层又如何？只要我记得，这火就灭不了。多国联合战第1轮，华夏对阵天竺，首局对决现在开始。规则如下：双方依次进行英灵召唤与对决，3局2胜，请双方觉醒者选择英灵卷轴。阿周那是听过神灵亲授真理的英雄，好强的神性威压！陈朗这次要怎么应对？
手持神功干迪拔，于巨炉之野的血色尘埃中，得令国家梵歌至高真理。阿卓呢？请为天竺降临。神迹，这是真正的神迹！这怎么打？感觉已经不是同一个层次的较量了。怎么，陈老，你们华夏的画卷上画的都是些什么凡夫俗子、田间老农吗？后羿射日神话，位格极高，七进创世修正。若论对神性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这个世界的华夏历史断层严重，神话体系更是支离破碎，近乎沦为传说。召唤后羿这种上古神话人物，失败风险极高，即便侥幸成功，力量能降临几成，不可控因素太多。陈狼怎么还不选？对面是半神啊，神怎么跟神打？除非他还能像上次那样，再召唤出一个更厉害的英灵。可华夏哪有那么多底牌？犹豫这么久，看来是真的被吓破胆了。莫非你们华夏真的连一个能与神对话的名字都找不出来？霍去病、风狼居胥、饮马瀚海、少年战神，华夏军功五勋的巅峰。蒙恬北筑长城，却匈奴700余里。此战是试探，需要先撕开一道口子，看清对方的实质。就是你了！此战胜负尚在其次，摸清底细，保留应变余力，才是当下关键。华夏后辈陈朗，恭喜大汉冠军侯、骠骑将军霍去病。好帅！这就是我们的英灵吗？看看那眼神，太有气势了。皮相好有什么用？绣花神通，徒有其表。英灵召唤完毕，对决开始。华夏的枪法太厉害了，阿朱那大人怎么不反击？因果既定，凡力难为。第一局，天竺胜。上位无敌！哈，这就是差距。陈朗，凡人的勇武，在真正的神域因果法则面前，根本不堪一击。各位，我早就说过，华夏的获胜只是偶然。一旦面对我们这种有历史底蕴的国家，很快就会原形毕露。速战速决吧，陈朗，我等不及把你们华夏狠狠踩在脚下了。果然，对付樱花国那种靠阴谋诡计的可能还行，一遇到天竺这种真正有古老底蕴的，就现原形了。早就说了，华夏这样的国家和天竺根本不是一个层次。天竺文明有其特殊性，其历史、史诗与神话往往浑然一体。我们若继续只用纯粹的历史人杰应对，先天便吃亏。陈老，下一局必须改变策略。我们需要动用我们文明中同样具备神格的英灵。怎么样，陈朗？这就叫底蕴的差距，跟我们天竺没法比。听我一句劝，趁现在认输，体面点退场。听起来唬人，但本质和樱花国那套阴阳术的把戏有什么区别？
过去病毒不是输在不够多，只要找到在华夏文化中具备同样属性的英灵，就能破局。多国联合战第1轮第2局召唤阶段开始，请双方选手选择英灵卷轴。有吕布和项羽，这可都是历史名将。可是吕布、项羽再猛，能打得过天竺吗？陈老，你还没搞明白吗？你就算把你们历史上最能打的都叫来，也比不过我们天竺。怎么，是嫌刚才输的不够快，想换个死法？吕布、项羽都是凡人中的天花板，但他们很可能独挡过去并死者。只有二郎神才是应对天竺的不二人选。晚辈陈朗以华夏后裔之名，恭请二郎神君法驾降临。陈朗居然又召唤出神仙英灵了！啊！是你在唤我？二郎真君，华夏就遭外邦觊觎，天竺以神性自居，侵入我领地，欺压我族人。晚辈斗胆请神君法驾，助华夏退敌，护我疆土安宁。华夏沃土乃苍生栖息之地，护此方安宁本就是天职。区区外邦神奇，何足惧哉？今日便让尔等知晓，何谓我道即天道。装腔作势，区区一个地方小神也敢妄论天道？陈朗，你们华夏人就只会这些自欺欺人的把戏吗？我要让你们亲眼见识什么是真正的至高神器，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看看什么才是至高的绝对神威。降临吧，免于再生之主师伯！去狂妄之苦，尝尝毁灭的滋味！陈朗，师伯是天竺神话中的3象神之一，虽然怀疑灭于再生，灵力十分强大，也务必万分谨慎。区区一方凡俗之神，也敢来和我比？现在认输，还能饶恕你，否则鱼飞破散便是你唯一结局。可笑！尔等可知，我华夏英灵纵为神奇，亦多为守护苍生，平定祸乱而生。今华夏危亡之际，尔等外道竟敢犯境逞威，冥顽不灵，就化为灰烬吧！天眼，破望！这位二郎神也太帅了，不愧是我们华夏的英灵。天眼识破虚妄，洞察先机，二郎真君果然名不虚传。哼！般若波罗菩提萨哈阿弥陀佛。这招数怎么不对劲？真君小心，符文里藏了侵蚀灵力的瘴气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识破？身为神明，却行此龌龊伎俩，真是替你们感到羞耻。斗场严禁使用禁术，你们天族难道就只会这些偷偷摸摸的手段？禁术又如何？只要能赢，以我领血为引，就神族展现灭世之威。今日便让尔等知晓我华夏英灵之威，远胜尔等。连环裂空斩！就是现在！天眼，嗨！什么？
第二局，华夏胜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师傅大人怎么会输？我们天竺历史悠久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华夏？天竺总以为拥有所谓神性英灵便天然高人，但你们错了。文明的真正底蕴，从不在于神性多寡。我华夏英灵无数，有运筹帷幄、定鼎天下的文臣谋士，有驰骋沙场、保家卫国的铁血武将，有开创学说、责备后世的先贤圣人，亦有显圣护国、聆听人间香火的真君神奇。他们身份各异，但有一点相通，他们皆为守护这片土地而生。你们引以为傲的神性，在华夏数千年绵延不绝、薪火相传的厚重传承面前，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你们华夏有的是底蕴，只是侥幸赢了一局又如何？程大，你说的很好听，但斗场之上，最终说话的还是力量。你敢不敢来一场真正的对决，场赌上生死的终极较量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天竺代表阿米特申请启用英灵合一模式。这是什么战斗模式啊？陈老，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华夏就能翻身？做梦！第三局我会让全世界都看清楚，谁才是真正的文明领袖。陈狼，这个战斗模式极其罕见，风险极高。觉醒者需以自身躯壳为容器，主动接纳英灵的灵力入体。所有战斗将由你亲自进行，你务必谨慎考虑。此模式一旦开启，直至一方彻底倒下，无法单方面终止。一旦你体力不支，或承受不住英灵灵力冲击，轻则沦为废人，重则当场丧失性命。这种打斗形式是不是太残暴了？天竺这输红眼了，斗这么大。怎么这就害怕不敢接了？还是说你们华夏从来只敢在嘴上逞能？华夏从无不可接的人。你们想以生死定胜负，那我也奉为到底。英灵合一模式确认启动，最终局规则变更，双方召唤者请召唤本局出战英灵，英灵将以虚影形态与召唤者互灵，其核心力量将加持于召唤者之身。天竺后裔之名，至高创世之神梵天。是梵天，这可是创世之神啊！梵天，天柱创世之神，执掌生命，神性位格极高。要与之抗衡，必须选一位历史足够悠久，轩辕定华夏文明起鸿蒙。他的力量肯定足以与创世神器分庭抗礼。华夏后辈陈朗以文明传承之力，恭请人文出祖轩辕皇帝。后世子孙，文明蒙尘，外邦欺我，无人也。晚辈陈朗恭请始祖显圣，护华夏文脉不绝。陈朗，受死吧！剑来！天创世，万恶归虚，灭！垂死挣扎！烈天斩！不可能！创世之神怎会输给华夏文明？文明的强弱从不在是否创世，而在是否能生生不息。
第3局，华夏代表陈朗胜。我们赢了！我们真的赢了！怎么可能？天柱总以为神性至高，却忘了文明的真谛是传承与守护。华夏英灵无数，每一份力量都源于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，这是你们永远无法企及的底蕴。华夏确实展现了足够的文明底蕴，天主愿遵守约定，承认华夏复兴地位。皇帝的传承之力竟如此磅礴，连梵天都能被压制。如果不全力以赴，很可能动摇西方文明在国运斗场的主导地位，绝不能给华夏任何机会。华夏的胜利值得尊重，但请恕我直言，天主的文明底蕴远不及西方。你们能赢天主，不代表就能赢欧联。西方文明固然辉煌，但华夏的历史底蕴同样经得起任何考验。下一轮，里昂将代表欧联出战。我们西方文明承载着无数先人的智慧与荣光，拥有无数传奇英雄与帝王。这一次，我们会用实力证明何谓真正的文明正统。陈浪先生，你战胜天主的方式确实精彩，但恕我直言，在西方文明数千年来建立的征服体系与理性秩序面前，你的能力不堪一击。这场比赛对我而言，早已超越个人胜负。欧联是目前国运排名最高的，只要打赢这一战，华夏就能登顶，我们就有机会找回那些断裂的文明记忆，重新拼凑起完整的华夏史。所以这一战，我必须赢。鉴于上一局已经开启了英灵合一，欧联提议本轮对决沿用此模式。毕竟，只有以生死为赌注的对决，才能彰显文明真正的尊严与重量。居然又是生死局！欧联可是榜首啊，华夏真的还能创造奇迹吗？陈朗，里昂的家族是欧联最古老的觉醒者血脉，能力不可小觑。华夏接受挑战，开始吧。华夏对战欧联，第1局即将开始，请觉醒者前往各自的召唤台。恭请马其顿之王亚历山大大帝！是亚历山大，那个22岁东征，30岁前建立横跨3洲帝国的征服王。以政府之治，恕我之魂。华夏的传承者，在帝国的铁蹄与文明的荣光面前，你能拿出什么？亚历山大的位格太高了，本兵器时代最完美的征服者，统御多民族的军事天才，咱们历史上真有能与之抗衡的英灵吗？秦指挥官，我是个现实主义者。亚历山大的历史地位是2000年时间沉淀出的共识。贵国的年轻代表会不会已经到极限了？我们相信陈朗，他对华夏文明的理解深度非同一般。看清楚了，这才是帝国应有的姿态。我们的体系踏过无数大陆，血方阵所至，万邦臣服。哼，而你们华夏的帝王，不过是固守一方的懦夫。亚历山大确实是不适合的征服者，但若论天下共主的格局，有了，那便让他见识何为不靠铁蹄，而靠文明小精灵赢取的真正盛世。你说华夏帝王固守一方，那你可知有一人
能让他国王子万里求学于长安，让樱花遣唐使九死一生，只为朝圣。他所开创的是万国遣使来朝，各族共尊一主的文明盛世。恭请天可汗、唐太宗、李世民。势力征伐者，江湖再阔，不过一时。以德服人者，万邦归心，方为永恒。华夏这位英王身上的气场居然和亚历山大不分伯仲，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亚历山大大帝以军事征服闻名，数年建立起横跨3洲的帝国，其功业确属传奇。然而，唐太宗李世民的伟大远不止于疆场。他少年平定乱世，武功赫赫，但更难得的是，他治下的贞观之治，开创了华夏罕见的清明盛世。说的再花哨又有什么用？在斗场上，唯有力量永恒。我的亚历山大征服的是看得见的土地与邦国，你的帝王又能如何？你错了，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，并非只因铁蹄强盛，更在于他海纳百川的胸襟。他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，他开放国门，致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。他的帝国是征服与教化的土地，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共主之姿。荒谬！在亚历山大的铁蹄与长矛面前，一切都不值一提。我绝不会输！第一局对决正式开始。陈朗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为了帝国的荣耀！看陈朗的步伐，好玄妙。李昂的攻击完全被看穿了，看来还是华夏英灵的能力更胜一筹。够了，游戏该结束了。远征之次四海之内，莫非王土。天可汗剑定向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攻击力？第一局，华夏代表陈朗胜出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么累？我身上的力量好像在飞速流逝。陈朗怎么了？是受伤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在关键时刻倒下。只要再赢得一局，华夏就能登顶。不对，这绝不是简单的体力统治。灵力合一对独立支撑者而言，自身灵力负值太大了。他已经连续比了好几场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帮他恢复？普通的药剂对陈朗已经没用了。如果要继续让他参赛，必须有直系亲属给他输送灵力，才能让他恢复状态。看来华夏的好运气到此为止了。陈朗若无至亲灵力的帮助，应该是无法继续参赛了。按照国际规定，选手因为自身情况退赛，直接判定代表国家失败。陈朗同学，据我所知，你的父母早亡，而唯一的血亲妹妹也已经与你断绝关系。
看来这场比赛注定是我们欧联赢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春朗，看来老天爷都不希望你赢得这场比赛。你现在认输，乖乖跪下场，还能保住你的性命。我绝不会就这样轻易倒下，一定还有办法。别做梦了，这个场上已经没有能帮你的人了。谁说没有的？啊！我能帮他输送灵力。小溪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吧。晨曦，你刚刚的意思是，你要给陈朗输送灵力？对，我是他唯一的直系亲属，我愿意帮他输送。可是这样，你多年的灵力就会丧失，你考虑好了吗？之前是我头脑不清醒，怕一辈子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罪人的女儿。我以为只要跟你划清界限，我就能拥有正常的人生，可我错了。杨家人不是救星，我更想不到他们会是叛徒。我看着你在场上为爸妈洗刷冤屈，为华夏赌上性命，这时我才明白，逃避换不来真正的尊严。哥，请你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，让我把灵力传给你吧。小溪，我心里从没真的怪过你。根据国际国运斗场公约，若选手出现灵力衰竭情况，其直系血亲可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一次灵力输出。晨曦，如果你考虑好了，就开始吧。陈朗的灵力恢复了。垂死挣扎罢了。林阳，下一局必须全力以赴，华夏绝不能有翻身的机会。废物就算灌再多灵力，也还是废物。陈朗，现在认输，蹲下擂台，至少你还能活着走出去。认输？华夏血子从没有教我们临阵脱逃，你们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何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规律，何为虽千万人吾往也决绝。你的精神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。哼，好，很好。第一局算你侥幸，这一局绝无可能活着走出这座斗场。第二局正式开始。陈朗，西方文明真正的伟大，在于我们永不满足的开拓精神。我们该运用勇气撕裂未知的海洋。你们华夏人绝对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能力。开启全新纪元，为人类文明叩开新世界大门的先驱，恭请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。看啊，那是圣马利亚号，这才是开拓新世界的先驱。以开拓之势称先驱之魂，呵！看啊，这才是我们西方真正的实力。这一局，华夏绝无胜算。我们历史上真的有能和哥伦布相提并论的英灵吗？东方文明是典型的大陆文明，海洋开拓可不是他们擅长的。你说开拓世界，用勇气撕裂海洋，和你的先驱撕裂的不仅是海洋的阻隔，更是无数原住民家园的宁静与生命的尊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西方的开拓出发点与终点都指向扩张、殖民与掠夺，这并非连接世界，而是以强权重新划分世界。强词夺理，历史的进步总伴随代价。我华夏早在你们西方更早之前，便有规模空前的舰队，7次劈波斩浪，远航万里。
他所至之处，没有征服的炮火，没有殖民的旗帜，而是一个互学互鉴、共享太平的新天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如此愚蠢的远航，怎么可能存在？东方宝船的传说，确实有人提及过。难道这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？以玄黄为证，以星矢为辅，恭请大明正史正和。居然连斗场的形态都根据他们的英灵变化了，这英灵对决的架势，从没在斗场上见过。阵仗再大又如何？哥伦布开启的是地理大时代，是征服的史诗。华夏的船不过是些载着丝绸和瓷器的花架子罢了。千帆渡恶，万方归宗。飓风叫来！挡住了！华夏的英灵居然可以抵挡那么密集的攻击！哼，只会防守，那就让你尝尝真正的威力！怒涛起！宝船之鼓，震撼顶波，利益为纲，四海皆平。不可能！你们的远航带来掠夺与苦难，我们的远航馈赠以文明与友谊。今日让你好好见识一下，就算不用武器，亦能让人心归附，令万方敬佩。给我开火！哥伦布的舰队炮火居然都被华夏吸纳了，可能，这不合常理。你们用炮火打开航路，我们用丝绸连接文明，掠夺永远无法打败和平。该死的东方霸气！以为这样就能困住征服者的视线吗？与我魂灵，献祭远征，噬魂觉醒！火劫之矛，无人可挡。华夏，你输定了！四海皆有邦，天堑化通途，航路开！梁倒下了，陈朗赢了吗？第二局对决，华夏胜。本轮结束，国运排行榜即将更新。登顶！我们的国运居然真的登顶了！强者理应受尊重。金字塔国承认华夏的国运地位。我们也认可华夏的地位。我承认我的傲慢与无知。欧联正式承认华夏文明，当为当今世界文明之巅。龙城大学学生陈朗，凭一己之力挽救华夏于危难之中，特授此勋，以彰其功，以利来者。这份荣耀不属于我一个人，它属于千万华夏英烈，属于在历史断层中仍苦苦寻觅文明根脉的每一代先人。
胜利不是终点，登顶只是开始。国运斗场为我们赢回尊严，而真正的复兴在于用这宝贵的时间，接续断裂的历史长卷，找回失落的文明密码，让每一个华夏子孙都能真正了解并骄傲于自己从何而来。文明复兴学院今日挂牌成立，陈朗担任名誉院长。首批基于历史考据的教材已发放，全国掀起了学习历史、探寻文明的热潮。个人冤屈已许，国家的尊严已立，而文明传承的火炬才刚刚举起，属于华夏的故事将在新的历史舞基上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。